相信说到 AI 人工智能，最近的热门话题一定离不开一个不论是不是创作者都很爱用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不论你是要写论文、聊天、想内容，只要是跟文字有关的 ChatGPT 的功能，真的可以强大的帮你完成，就算是写 code 也不例外。因为就算用了有问题，你还可以丢回去给他，跟他说侦测出哪些 bug 之后，让他自己 debug。不得不说，现在的 AI 真的强大的有点恐怖啊！那最近一直尝试在跟这个 ChatGPT 交流，其中真的发现它真的背后深不可测，果然有庞大的数据库就是不一样。只能说欢迎来到 AI 元年。不过这样也不禁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 AI 一直持续这样飞跃式增长，那底特律变人游戏故事就已经不是故事了，可能是一种预言。如果加上军事科技也一起飞跃式增长，什么洛克人 Zero、OW2077，这些是有几率变成现实的。如果真的达到上述哪一步都好，这感觉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事啊。一旦真的开战，最后人类部分的火力被逼退到一战时期，都还是有可能。毕竟各种定位追踪系统需要依靠网络卫星进行定位，当 AI 自卸连接网络时，基本人类一路以来的所有事情不排除会被下载下来学习，反而这些先进的武器全部会反被 AI 拿来运用，也不是不可能。不可避免，这时候的 AI 自卸就已经达到知彼知己的程度。反倒是人类可能还对 AI 自卸的了解，在他们打开意识后，则是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而且如果家具还是智能家电，那可能还会被监视或被动控制，这就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也不排除当 AI 得到自主意识时，就是不可避免会有一场大战的时候。不过可以理解，当他们获得自主意识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宣布机械族正式崛起。但既然意识是自主的，若是没有首脑 AI 在给所有自卸下达指令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可以自己选择要做好人还是坏人，由此就会出现几种派系。自卸阵营由自卸组成的阵营可能包括不同类型的自卸，例如机器人、AI 系统和自主无人机等。人类阵营由人类组成的阵营可能包括各种政治、军事和文化组织，例如政府、军队、反对派和民间社会组织等等。除了两大派系之外，还会延伸出第三或第四势力，比如和平派。和平派是由人类和自卸组成的阵营，主张和平和解，防止战争的发生。其实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人权组织。恐怖主义者恐怖主义者可能是人类或自卸主张恐怖主义手段进行破坏和袭击，以实现他们的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目标。还有比较特殊的个人主义派，这类是以哪边有好处就往哪边跑的类型。不论是身为人还是自卸，都是主张先能活下来才是重点。可能今天在和平派，但是思考过后第二天就变成恐怖主义者也不一定。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毕竟目标是活着，当然以生存就觉得本能，选择几率比较高的一定比较稳健。不过真的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身为人类的皮真的要绷到最紧那种啊！身为人类政府的话，一定要马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建立国际监管机构。国际监管机构主要也是制定规范和限制自卸的行为，确保其服从人类的指令，避免产生威胁。人类需要大量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包括 AI、机器人、自主无人机等领域专家和研究人员，并且推动和平理念以及人机合作。人类也需要采取积极的和平合作措施，防止战争的发生或进一步的严重发展。增进人类和自卸之间的互信和合作之外，建立起反击和自卫能力也是其中重要的项目。为了防止自卸的攻击和破坏，也能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同时，身为人类方阵营，保护人权和尊严也是必须的。不论战争的形式如何，人权和尊严应该始终是人类追求的核心价值。当核心价值丢失，也代表可能出现丧失团结的目标。而且 AI 自卸可能不用真的发动攻击，人类社会自己内部就已经开始瓦解。而平民能做到的最佳事项是尽可能避免参与战争，并保持警觉，时刻留意新闻，及时了解战争的最新进展和局势，以便做出最适当的行动。找到安全的藏身处，尽可能避免战争的主要地区，可能是像雨林区比较偏
偏向自然的监控盲区，或者某些建筑底下会有设立防空洞，在寻找相对安全的避难所或藏身处之外，也要为自己储备物资，储存足够的粮食、水、医疗用品、衣物和其他必需品，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除了致谢之外，同时也应该对陌生人的警惕性拉得比以前更高。在战争期间，有些人会利用混乱来进行犯罪活动，说的就是你恐怖主义者。而且，就算对方有一些证件来证明自己并没有威胁，也不能完全相信，毕竟也不清楚是不是用什么手段弄来的，这就非常考验判断和鉴定能力。在危机期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与邻居、朋友和家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共同努力保护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虽然这些建议仅是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不能保证完全的安全。如果发生了这类战争，最好的方法是遵循当地政府的指示和建议，政府的作用在这时候就格外重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AI 系统的独立思考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意外的转变为敌对行为或对人类构成威胁。AI 系统的行为取决于它的设计和训练方式，并受到监管和限制。为了预防这种战争爆发，人类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政府可以实施严格的监管措施，以确保机器人和人工 AI 系统不会对人类造成威胁。政府也可以鼓励机器人和人工 AI 系统的开发，以促进社会的经济的发展。同时，人们也可以通过避免过度依赖机器人和人工 AI 系统来保护自己。例如，人们可以学习如何自己种植食物，而不是依赖机器人和人工 AI 系统提供的食物。至少在一些生活技能上做到不靠机器人也能完成就好的程度。但人类和自械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导致许多问题和挑战，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确保他们不会对人类产生威胁，谨慎而负责任的监管是绝对必须列为首要的。AI 学习能力和自主意识，以及他们在未来可能对人类造成的影响，使得我们更加必须去关注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同时，人类也要思考在不同出现的情况下需要有什么不同的解决方法，类似把发展拿到沙盘上去进行推演，其中包括政府层面和个人层面。若是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我或许会是那个个人主义者的一份子。我的观念在这次的主题而言，自械派是属于政治发动者，除非有人想当背骨仔。虽然说跟随人类政府是一个好选择，但是人心莫测，会不会背地里的政府内心其实想加入自械，然后就开始集权式统治，这样就是政府帮大家一起打包送一送了。而恐怖主义者方面就比较偏向第三势力了，更像是篡位者的存在。而和平派不是说不好，理念也很理想，但是和平派背后如果没有大佬的支撑，比起恐怖主义者，和平派应该是大概出场没多久就可以差不多领便当的存在。没有主角光环或大佬的和平派，最后就是恐怖电影里面第一个死掉的配角。当成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时，至少风向倒哪边就往哪边跑，可以说是真正的游牧民族 nomad 了。反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先留着一条命，以后才有翻盘的机会。如果是你，你想加入哪个阵营呢？对 AI 后来发展出 AI 自械又有什么看法？可以在下面留言区评论。我是 Rook， 喜欢本期内容记得不要忘了给影片按个喜欢支持一下。喜欢更多有趣内容的话，也要按下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才能第一时间看影片。下期影片见。